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巴南鱼洞的江景啊，落日还是非常漂亮的，和这个渔中南岸是不一样的感觉。看没有，底下还有人在玩水呢。这儿有一个小码头，你看这儿写着是巴南母城，看看你就知道这鱼洞在巴南有多核心了。一般渝中区才有渝中母城，在重庆。嗨，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么这一期对于我整个重庆旅居线来说，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期。大家也知道，我在旅居过程中一直住在重庆的市中心渝中区。那渝中区其实离我今天要拍的这个巴南区鱼洞有非常远的距离，但是巴南区呢，在以前叫巴县，巴县也是非常能代表重庆的一个区啊。可以这么说，现在很多比如九龙坡啊、沙坪坝呀、渝中啊，其实都是除了这个江北啊，江北以前归属江北厅，那都是从巴县拆出去的，划成区的。所以说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也非常有意义。那鱼洞呢，就是现在这个巴县巴南区的城市中心。大家知道，离这个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北京也一样，对吧？比如说大兴啊、昌平啊、顺义，它都有自己的城区。那鱼洞就是巴南的城区，也是一个非常老的区域啊，我觉得非常有探索价值。所以我大概坐了40-50分钟的轨道交通啊，加上走路来到这个鱼洞这个地方啊。然后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画面呢，就是我坐2号线，因为大家知道我住这画廊桥嘛，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了。然后呢，我上到大平坐2号线，2号线就是重庆我认为最漂亮的一条轨道这个交通线路啊。大家看到我拍的这些景儿，当然了，大家越往后看会发现，这个就是从城市越到乡村的感觉，甚至有的这个站旁边就有这个农民伯伯在种地啊，这种南方那种是叫梯田嘛，还是那种田地啊，就在种地。但是你看到现在路，比如杨家坪啊、谢家湾啊、大坪啊，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位置啊。比如刚刚看到这种杨家坪的环岛，对吧？2号线整体走向呢，是从重庆市中心的市中心教堂口蒋碑那儿出发，一直到这个巴南鱼洞。鱼洞呢又是2号线、3号线，也就是重庆唯二的2条单轨线路的终点站。那2号线也是走渝中、九龙坡，然后大渡口，最后到这个巴南区，就是这么个路线。然后我整个2号线我录过这个4K 街景视频啊，如果你想看这种无声版，整个的就没有解说版本，整个这种街景，然后驾驶舱的那个方向，我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录过一个4K 街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系列啊，是非常完整的。然后大家现在要知道，我现在做这些视频几乎就是说赚不到什么钱。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一定要给我这个3连关注啊，让我的视频有更多的推荐，然后有更多人关注我，我也可以接一些广告，对吧？然后这个线路呢，做到这个天堂堡啊，重庆这边念堡，要北京比如就马家铺啊，这个多音字，到天堂堡这儿呢就要下车。那天堂堡也就是大渡口，我认为应该算是大渡口比较中心的位置吧。大渡口我这个区域我不太了解了，但是我在这个区域，当时在这个站我就下来换车啊，因为它要换到继续可以往鱼洞方向走的车。他在这个天堂堡站要换个车啊，那这个到不了鱼洞。可以看到这个2号线的非常有意思啊，经过很多个地方，不同的这种景色特别有意思。你要旅游的话，一定来这儿。你看这个大渡口这边，就跟那个像什么渝中啊、路过的这九龙坡这些区域就不太一样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街景的变化。但这块应该算是大渡口比较中心的地方了吧？大渡口区人民医院和这应该是大渡口区的公安局了，在这块。它这边的布局感觉更像是这种建在这个公路上啊，像这些楼，这边也都是居民楼。你看这边这个广场还是比较原生态这种广场，大家看一下。我操，还有马呢！我操，真的，你看，你挺有意思的啊。这车过去给你看一下。还有骑摩托车的，看到没有？非常不一样啊！这2号线经过这些区域，一定要来坐一趟，特别有意思。你就是从起点坐到终点，它这个起点不就是教场口吗？教场口这位置就是重庆的市中心的市中心啊，感觉也像是什么以前的什么厂房拆迁了。你看，这儿骑马的、晒太阳的，还有骑摩托车的。就刚刚拍大渡口公安局那块儿，应该还算大渡口比较中心的位置，然后再往南就是大渡口比较偏的区域了。你看这个地方，要不就是拆了，要不就是怎么着了，就是各种平地啊。
然后大家看现在这个画面，就是要过长江的画面了啊，就是过到长江，现在在大渡口过到长江就是鱼洞。然后这两边的发展呢也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接近长江这个位置，大渡口就已经是相对来说大渡口比较偏的位置了。但是过长江就是鱼洞，鱼洞是巴南，也就是巴南最北侧，是巴南最好的这个区域啊，发展最好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区别啊。然后现在这整个车就在过这个长江，其实大家一定啊，如果你来旅游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一定要坐2号线，真的，你就是从解放碑你玩完或者那住酒店，然后你就坐到鱼洞，你感受着这个2号线，尤其是晴天，白天的话是晴天，晚上的话没问题啊，北重庆夜景没有问题。要它是晚上在下雨，我靠，太牛逼了，真的兄弟们，就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这个车，就反正我认为重庆2号、3号线一定要保留啊，不要以后就是说换成别的方式，就是说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同时呢，就是我也希望重庆其实要能建更多的单轨，其实是最利于它旅游的发展了，也是利于观光。因为单轨的确非常能体现出重庆这个地貌的厉害，它的这种在国际上都是独一无二这个地貌特征啊。当然了，建单轨它和占地没法卖房子，各种原因，现在建地铁也很正常，对吧？其实到了大渡口那边就已经有这种类似于我不知道怎么叫，是叫菜地还是叫那种田地啊？到巴南那块田地上，你就看到真的有像短视频他们那种重庆网红说什么在坡上做事，巴南区就挺有意思的啊，的确说的也挺写实。有部分人啊，这毕竟以前可能属于比较偏僻的区域了。到这个鱼洞啊，2号线终点站，然后它也是3号线的终点站。你看这对面这个站台，就是3号线往江北机场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呢就是2号线往教场口啊。然后它终点站都在一个站，2号和3号，这个蓝车和绿车。然后这里说一下，这个轨道站的鱼洞呢，停的是这个华西，大家华西北京的朋友熟悉不熟悉？五棵松华西这个位置呢，并不是鱼洞老城区啊，我还要坐3号线，坐到金竹站才能到老城区，所以我坐了个3号线。然后这期视频呢，大概在30多分钟，接近40分钟吧，毕竟巴南在旅居只做1期，所以多给他一点时间吧。OK， 大家看，我就是从这口，这看见轨道线路了吧？转过来一转，就是这种老城区的感觉了。刚才还有点新的东西，感觉是新建的楼，但现在已经是老的这种状态了。这个地方，所以巴南刚才说了，巴南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大，但它最北侧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差异。它有很多地方还要不通这个地铁啊，巴南还有很多这种村镇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行政区。你看这边相比于这个重庆市中心的那些城区，就更随意了，在这个公交车站就可以卖菜了啊。这边跟那个集市那感觉有点像。但是呢，这个巴南这个地方，就是鱼洞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重庆通地铁很早的地方，就也有点像那个大兴，那个北京大兴黄村那边4号线，其实很早就延过来了。但是你看，它只延了一个2线和3线，就再也没有别的线过来了。然后我也小红书上看了一眼就是后期的这种规划啊，它也没有这种别的线路的这种延伸。它跟这个就是这个重庆的江北渝北那就不一样了。江北渝北，我感觉在这个像巴南这边或南岸这边有地铁的时候，还就没什么发展，感觉可能发展不高，或者这个地铁线路不多啊。但是呢，你看它现在就大家可以用软件看一下啊。江渝北的这个地铁线路现在已经是非常多了，就是很密集那种城市的铁路这种设置了。但你看这个巴南这边就还是非常弱啊。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叫八县大道，你看这块也挺繁华的这个状态，看到没有？你看它这个相当于有个广场，大家看这个老居民楼，看到没有？这应该是他们这边老楼，但你旁边就有一个这么高的楼，这应该就是新建的。然后你看，同时这边这些居民楼都是非常老的设计，但明显它这个设计就是风格和这个什么渝中区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小广场在我一瞬间让我恍惚啊，就是有点回到那个我当时国企离职以后，我就北京各个就是区县郊区的城区转，就是北京顺义的城区，在顺义城区那儿呢也有这么小广场，然后有这种娱乐小设施啊，然后附近也是那种老楼、新楼这种林立的，而它这个风格是和北京城区风格不一样，挺有意思。然后现在
这条道应该就叫新市街了啊，这叫新市街。刚刚那个叫八县大道。你看前面这个什么建设都没有的地儿啊，我猜应该就是长江了，因为对吧？重庆这种密集的这种城市建设风格，应该就是江，应该是江啊。那就下去看看，看这些老楼。你看这个楼，我天哪！看那个展览说这块是一个叫老川剧院，是50年代建设的啊，但后来就是这个就荒废掉，现在改成一个这种街心公园啊。然后这个下面，哎，就是长江，没有合2为1的版本啊。到时候一会儿咱们下去看一看。咱们先看一看这个，哎，这个老社区。你看这个楼，这个密度，我操，有点像那广东深圳那边了，你知道吗？这是城中村那状态啊。那你看这个楼，那密度是很拉得很近的。大家看，现在我进到这个社区里面了，然后还是比较重庆的风格啊，棋牌室。你看这儿也在打扑克啊。然后这是它这个社区叫什么清风小院，你看这个写的还是8县，它这个设计单位什么的还没有改为巴南区。然后我看了一下这边好像叫这是榆洞街道的叫下新新社区，还是下新新社区啊？应该叫下新社区吧。这明显这就是以前这个巴南这边的老城区啊，这也就是巴南的最北侧。然后咱们进来看一看。看这个居民楼，你看密度就是老破小那种密度啊。你看这个还有这种窗，这叫什么窗花还是什么？那你看过来，这挺有意思的。你看，哇，你看他把各个楼是用这种楼梯给连住了，这到各个门洞。我估计它这个楼的对侧，也就是靠江那侧，如果我这个没记错，靠江那侧，应该也是那什么的，也是有这个开门的地儿啊，和那个榆中老城区应该是一样。它这个为什么底下有路灯呢？你看，它这还有一个巴南区智能门锁啊，我不知道它那个监控是不是在这儿啊，挺有意思的，没见过这种形式。然后你看这底下是有一个这种健身的活动的设施，看没有，挺有意思。然后非常荣幸和幸运的采访到这个应该是一位本地住榆洞的这位老奶奶，然后她跟我讲了讲这块的情况。这块就是老城区啊，就建的呀这个楼，40多年了，70、80年代，40几年了。是，就这一块应该属于就是巴南的老城区，老城区。哎，那前面都是前面了。哦。哎，那块都是老地方。但是别的地儿就是比较新的新楼了，轨道那一侧是比较新的地方。轨道啊。3号线。啊，西不是的了，只在那一块才是榆洞。只有这是最老的这个。榆洞在那个国那个有个榆洞。哦，明白明白。河头里有个榆洞。哦，这边是不是也很多那种厂房？就是原来没工厂没有没有工厂，一直都是作家坟儿。哦，行，没在工厂那点儿，都是作家坟儿，有码头，鸡码头，就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区域。老学。谢谢啊，谢谢。啊，我应该下到这个最底下了，然后刚才被一个老奶奶盘问了啊，这种社区来外人很清楚，而且我这个块头在这儿，明显就不是本地人啊。所以跟老太太聊了会儿，这是最老的城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风格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刚刚我说了嘛，它底下肯定还有门，你看在这儿，在这儿。但我原本以为这个楼应该是可以到江的那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具体里头就不去看了啊。非常社区，我估计这家谁家吵个架，非常明显啊，你看看。刚才那老奶奶说的没错啊，就是这块榆洞，相当于是巴南非常重要的一个码头。大家看这个老照片，你看距离老街转运川南黔中，什么意思呢？就应该是我的推断啊，朝天门这个码头两江交汇，然后沿着这个长江一路往南下，就下到这个什么川南呀、贵州这块，应该是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啊。就是重庆这个所有的老城区形成都是因为跟码头有关系啊，所以重庆也是一个这种码头文化的一个城市。下到底下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长江，然后从这块转弯一路上过去就行了。然后往这个方向就是路过我拍的这个九龙坡电厂，
还有榆中菜园坝，这是一条江啊，都是没有合二为一合江江合二为一的这个江，都是长江。这是枯水期啊，你看这个已经是水位已经非常低了，我估计它正常水位应该可能也就到这儿了，大概这么重。你看这块也是有很多这种应该叫坝吧，土字旁一个贝，对吧？这个水面下去了，所以我的很多土地这个露出来了啊。然后刚才说的往这个什么黔中川南，可能不是这个长江啊，应该是这条分支，看没有？这儿有一个小桥啊，应该是走这儿。我看见地图，这块一直往下是可以到这个黔中，也就是贵州中部，对吧？然后我看看能不能下去。刚刚我也说了，这条江就是我拍这个九龙坡电厂和榆中区这个菜园坝啊，是一条江，都是没有合二为一的这个时候。但这块已经离这个像榆中啊、像九龙坡是有很大距离了。但是这块的码头性质可能也就保留了这一块，很多估计也已经拆掉了。我从这儿下来的啊，这就是个码头嘛，这不写着水码头嘛。然后刚才我说这个居民楼应该是能下来，看没有？在这儿，这儿有一个出口吧，肯定是连着的。这个重庆的楼一般都是这么设计。刚才我进的是这一侧，这两侧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我们说整个这条路，大家看没有？这条路都是沿江修的啊。这以前是个码头，但现在，刚才我也说了，应该就是说，那毕竟发展了嘛，这个船运的这个量也大了。你看这块就已经是没有这个码头的痕迹了。但那块我看能不能过去啊，往那边走走，看能不能下去，挺有意思的啊。其实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坐条船，沿着长江走，挺有意思。大家看这个区域，其实这么一路沿着这个江走也挺惬意的。只不过你看到这个景色，对吧？刚才我以前在菜园坝拍的时候，对面是南岸，虽然没有江北那么繁华，但你觉得那个夜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感觉。你看这边就是很惬意的感觉，很居民区的感觉。刚才我看有好多今天是周一啊，好多那个学生放学了，然后放学以后沿着这个江边遛弯，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在北京放个学肯定是没有江边给你走的，对吧？但不一样嘛，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人在不同地方成长，感受是不一样。咱就举个例子，比如在这个巴南这块，榆洞这个老城区这块长大，和这个在榆中，比如菜园坝啊、两路口，那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你看这边对面就没有什么大高楼，反正你看就是榆洞这边有这种比较高的楼，稍微高一点楼啊。但你看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高度和那个市中心的高度就没法比了。但你看对面，这个是类似于灯塔还是瞭望塔呀？不太清楚啊。但是你看对面这整个就是小山坡，没有什么楼了，很少。它这儿叫江滨路啊，当然巴南还有个叫巴滨路，往前那就沿着这块是巴滨路。它这块呢，我刚刚也查了地图啊，它对面就是大渡口区。刚才也查了一下地图啊，对面是大渡口区，属于大渡口。这侧我站这一侧属于巴南，那那边没高楼呢，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对面那个大渡口也属于大渡口比较偏的位置，而这个榆洞呢属于巴南比较繁华的位置，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你看为什么没有建很多高楼？大渡口刚才我从2号线过来，它在核心位置已经过了。我说那个它有什么公安，有什么那个什么公司那地儿。然后你看这块底下，哎，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个展示板上说的什么往黔中川南，应该是走这条道，如果地图没错的话。因为如果说从这儿走的话，它是往西，大致方向是往西啊，不是往南，只有这条小河道是往南。但我估计现在这公路那么繁华，这个发达，估计这个就没什么戏了。而你看这种河道，这个水位完全是没法走的感觉啊！看一看啊，哇，这个江景就更原生态啊，更惬意一点，没有那么多大高楼。在榆中江北南岸那种特别国际化高楼的感觉就没有了。重庆这个市中心的夜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你要往细了看，可能的确是差点意思啊。这是客观一个评价，我的一个客观评价。但你看这块就比较生活化，其实挺舒服的，我觉得挺舒服的。你看腻了那块的江景，你再看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它这类似就是一个河道的感觉，这已经完全，你看这个水位，它这个你看陷下去的地儿以前都是有水的，你看这儿也挡上了，这就相当于废了。这应该就是这个有懂的可以来评论评论啊。然后这儿也挡上了，我也过不去了。
但为什么这儿是湿的呢？不清楚。其实这种地方应该是独自坐这儿喝点儿比较有意思啊，待个半小时，挺不一样的感觉啊，挺不一样的感觉。看看，这一侧也都是巴南，这怎么你看这个是连着的，它只不过被这个河道给拆开了。这具体叫什么河，还是叫长江？应该不叫长江，还是什么河？大家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你看，沿着这人是车要走那条桥，那个桥走过去呢。一会儿我也走过去，一会儿我去那边叫什么学堂湾吧，坐3号线就可以回去了啊。其实这块环境弄得挺好的，也挺就整个感觉挺干净的啊。沿着江边走还是挺干净的。这个桥这边有一个叫鱼洞老街啊，然后感觉应该是后建的，然后我就不去看了啊，我不喜欢看特别商业的东西。这边主要都是这些什么餐厅啊之类的，如果说来吃饭可能还可以啊，但是它这个都是我感觉都应该是仿的啊，它可能想模拟出当时这个鱼洞老街的状态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这我就不去看了，我要继续往前走。看，这挺漂亮的。其实这个地方，哎，怎么说呢？其实有点可惜。要是离这种渝中区特别近，比如说放在南岸啊，其实南滨路其实也不错啊。你看这儿写着是巴南母城，看看你就知道这个地儿在渝洞，在巴南有多核心了啊。一般渝中区才叫渝中母城，在重庆叫巴南母城，渝洞。下去的路应该在那头啊，我以为这儿能下去，但是这儿能看到比较细致，底下人在干嘛？这有很多在吃火锅的，你看，这还是江水呢，它这个肯定是一到汛期这块就淹掉了。你看这只要长这个绿，叫苔藓吧，还是叫什么，它都会给淹住。但我不知道这里头是不是有人收费啊，还是怎么样，具体就不清楚了。哦，应该有人收费，这儿可以有这个负责给你穿串什么的。然后这是一个船，然后这个船就已经搁浅了啊，等有汛期有水的时候才能浮起来。然后我不知道这块还能看见吗？不知道你看中间有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是船啊还是干嘛，采石船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看不清楚，挺有意思的。然后对面就是大渡口，你看对面就感觉没什么人。巴南这块还是挺热闹，挺好玩。这夕阳西线还是挺漂亮的。然后你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太阳落山的地儿？哎，这是我刚才我过来的地儿，从鱼洞，知道吧？然后等于这一侧呢都是属于是那个巴南区啊，就属于巴南区。这么一路过去，我就准备在那个巴南万达，哎，这就是我拍南那期，很多人说被巴南万达截流，在那个位置，我坐3号线回去啊。等于说这是在长江的东侧，相对东南侧吧。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桥啊，大家不知道能看到这个桥就是2号线，2号线是从大渡口九龙坡过来，对吧？大渡口九龙坡，然后从渝中大坪过来，我在那上的车嘛。这个桥就是2号线走的桥，它是可以走车，可以走这个2号线轨道的。所以说渝洞就在那儿，等于说这是23线的这个终点站。所以其实这边通这个轨道呢是这个非常早的，但是它后来的线路就跟这个北京南边一样，哎，不给力，懂意思吧？那你看这边这些区域怎么说呢？客观讲啊，游客来这边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这儿有亲戚也有朋友，因为的确是太远了，不可能说坐个车40-50分钟，你光坐轨道也要40-50分钟才能到这边，所以说有点可惜这个地方。但其实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本地的居民的一个社区。你看这些楼建的，看这边房价7-8千差不多，6-7千也有啊。所以说重庆的房价控制还真挺不错的，就是哪儿都差不多。但它其实离这个重庆，对吧？这个地方是这个巴南母城渝洞，它离这个重庆母城渝中是非常有远的距离。如果要像我觉得坐公交车，比如以前没有这轨道，你也可以说它不在一个城市里，这也是可以客观来说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应该属于江滨路吧。江滨路，我刚看了地图，然后一路往上走，
巴滨路、南滨路，就到南岸了啊，就到这个我拍的蔡妈那期的对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是被我找到了啊，还是下来了，看没有？这就下来以后的地儿啊。然后这块儿就是刚才我被挡住那个铁栏杆，咱们现在下去，你看一看到这些老的船，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原生态的东西啊。特别商业的街区吧，现在整个中国，我感觉他妈都同质化，你知道吗？就是去哪儿都是那些商业景区，不是说不好啊，那些地方一般都在一些核心的位置。当然，你说对于来玩2-3天的，其实我觉得就比较中国人旅游啊，它跟那种朋友圈打卡似的2-3天那样，其实挺无聊的。你要也挺累的，对吧？你来回往返什么的。当然，这是每个人个人想法不一样啊，都不多说了。你看这个船感觉都像一些叫工程船吧，还是货船啊？不是这种客轮啊。你看，这估计已经是不用了，还是休息了。这还有排水的，看没有？看江水的味道不腥啊！你在海边那个水特别腥，比如你去什么香港、深圳那块儿，你闻那种有鱼腥味儿。你看这边就没有那个鱼腥味儿啊。但是你要仔细闻一下，可能还有一点点啊，但是这也不多。看看这个船，这里头哦，我还以为有多一人呢，我操，吓我一跳！这还有人放风筝，这就到江边了。哎，因为这儿有钓鱼的，重庆很多钓鱼的人。有水啊，要排水。看这个水，上面水下的直接落下来了。哦，这是算是叫什么？是叫礁石还是什么？下到这个江边了，然后这儿有自己他们发明的打卡点啊，你看这有很多拍照的。你看这还有一个，上面也还有一个地儿，他们都在拍照，应该拍出来还挺好看的，我觉得。这刚刚看着这个水还挺清澈的。这有钓鱼的，然后我就上去了。太阳落山有点冷了，所以说长江就是重庆旅游的那个景点啊，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两江四岸啊，甚至就是渝中区，别的区其实不多啊。然后再远了就那种区县，什么武隆啊，因为他拍过变形金刚嘛，对吧？所以说提高这些知名度，其实还是得靠一些网红的东西，这也没有办法。但是你要比较就是真正 local 这种百姓喜欢的东西呢，你就要自己去探索一下了。我拍这些视频呢，也是想看一看这比较本地化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拴船的，看没有？其实，在市中心有很多这些东西，但都被拆掉，它这儿还保留着，因为它还在运用啊。你看这个拴船的，这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啊。唉，看看。这还可以上船呢，这上船就这么一个小木板吗？我靠，掉下去完蛋了。这个小船，然后这就是长江，在重庆就是离江非常非常近啊。就是你对于北方或者北京来的这些学生们，可能你都只是在课本看到这个长江，你就觉得是挺不错，但是我没跟他那么亲密的，不能说接触啊，看见过。但是再来重庆的话，你的确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感觉的啊。长江，黄河应该就得去兰州了。回北京休整一段时间，5月以后看看吧，再往外地跑一跑。其实这边楼建也挺高的，只是它密度不密啊，看没有？密度不密，高是都高，重庆的楼都挺高，但它不密。整个巴南你看建的楼可比大渡口建的多啊！你看啊，大渡口从2号线过来，就是虽然2号线坐的非常舒服，但是呢，楼的确没多少，这我客观来说。但是3号线巴南这一块其实弄得还凑合，还不错啊，挺有意思的。坐这儿可以歇一会儿。在这边看看这个晚霞，虽然已经快落山了，这还有一个阿姨跟我一样。这个区域呢，其实我在渝中那块儿也有江嘛，也做，但不一样啊。渝中就明显吵很多，闹很多啊。因为渝中它是中心的中心嘛，各种这种铁路桥、轨道桥、公路桥特别多。
而且就是整个它区域小嘛，它堵车啊密度也很高。但你看在这儿看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啊，只有后面这个公路的感觉是有点吵，但是别的你看没有轨道啊，没有什么的。你看我太原坝那块看的时候，它就是3号线啊，那个老一趟一趟的，的确不一样啊，感觉不太一样。这个小姐姐已经照了至少20分钟了，呵呵，有意思。走了，落山了，有点冷了。我在这儿坐公交车啊，然后从这个叫什么龙海还是龙州大道，一直沿着巴滨路走，然后到那个18号线，然后再回家。因为我看了一下3号线那个距离有点远啊，这好像还有爬山，就算了。然后挺好玩一点是这儿的公交车的站名挺有意思的，你看看这个名儿。炎龙山水，城南未来，你看这名儿起的都挺好听的。我坐到这儿，巴滨路湿地公园18号线。这个303是到南平的。你看这些公交车站，我貌似只知道这个南岸这些地名，南平4公里5公里，其他的地名就不太清楚了。这些应该都是巴南这边的站名了。所以这个地区的确离这个两江3岸地区是有点远的啊。我从鱼洞那边坐公交车大概20多分钟吧，来到这个巴滨路湿地公园，然后我应该还得坐20多分钟的这个地铁，小半小时吧，然后才能到我鱼洞那个地方。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地儿鱼洞这个地方离以前非常远，所以来去看一看还是值当的，因为的确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坐车回家了，这个18号线。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3连关注、点赞 ，YouTube 点赞订阅，感谢大家的支持。哎，我就上车了。这点还是长江啊，还是没有合2为1呢，因为只有到朝天门才能合2为1。看这个桥还是挺漂亮的。这去年你看这底下现在黑的一片啊。去年底下全是人，特别热闹。我都走到看没有？我都走到这儿了，特别热闹。我那个素材其实还留着啊，我那素材其实还留着呢，一直没把那片剪出来。本来我说剪一个去年新年的一个片儿，那什么时候有时间给它放出来吧，在做最终总结的时候。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新的区域，你看这边都在建这种新的楼盘，然后它这个桥也建得非常新。OK， 那这期就到这儿了。这边好像看不到鱼中哈。